我最近被秋刀鱼种草了切片饼干，他做的实在太好了，给我看燃了。我寻思我也试试，但是作为哈厨烘焙，头一次没敢挑战太难的，我先看看能不能把我头像做出来。这刚开始调色和和面就给我难住了，这两个我鱼爹甚至都不愿意在视频里提一句的环节，我们干了4、5个小时。后来算每条线长度的时候，我彻底崩溃了，居然还要算椭圆的周长，这种东西我上学的时候就没会过，就更别说现在了。我只能感慨呀，天道有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都快上班10年了，死去的数学居然开始攻击我，孽缘呐！干了一天一宿，我们刚干完下半部分。前期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削和抠，跟个修表的似的在那盯着，眼睛都对不上焦了。然后最难的其实都在上半张脸呢，就每一个有颜色相撞的地方，意味着上下左右都要分割成一个独立单元。这一下子彻底把我 CPU 算炸了，尤其是眼珠里那俩白内障最细的那个小白点，它的直径只有1毫米。我算这个分割点的时候非常绝望，甚至都开始谴责自己。我就觉着长个嘴能吃能喝能喘气就得了呗，我给五官长那么全是不是有点太贪了？后来我实在太绝望了，我先冷静冷静，收拾收拾屋，然后翻出好多闲置，买了也没怎么用过，就全部59挂到95分 APP 上了，就当粉丝福利了。平时买卖个闲置物品啥的，这软件也挺好用。抢购链接放评论区了，每天晚上7点都会改一个价，大伙可以拼命手速。然后我们又搭了一天一宿，终于在第2天夜里的时候把我这张脸封顶。目测这个发际线有点高，但我寻思高就高吧，都干40多个小时了，有线就不错了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等到切的时候，我们实在太紧张了，感觉心都突突。但切开之后发现果然没什么惊喜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但也可以说是毫不相干。虽然做之前的时候想过会翻车，但毕竟干了2天2夜，真翻了还是挺遗憾的。我现在的状态呀，就跟这饼干小人是一样的，头发也熬白了，小脸也蜡黄了，眼睛里都没有光了，甚至还噙着一点泪花。我最近对手工精酿特别感兴趣，然后查了个教程，感觉也不太难，所以我买了100斤麦芽，打算试试在家能不能做。这个麦芽在磨的时候就已经有淡淡的啤酒香味了，但这玩意儿磨不了一会儿，胳膊就麻了。我第一次磨了1个来小时，打算就不知道疼了。然后粉碎好的麦芽就可以加热水糖化了，但这教程没给具体的比例，我寻思那肯定是麦芽越多味越浓呗，所以我是1比1倒的水。后来我发现这种比例我们只会得到10%的高浓度麦汁，因为那90%吧，它变成了一锅小麦米饭。后来我到底还是托人买了个商用版配方，但是这配方只能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值，等具体实操阶段我们还是遭受了很多意外。第1天糖化的时候上来先给锅烧糊了，第2天开始尝试发酵了，又把天花板崩花了。我们那几天过得跟重播似的，每天睁眼睛就开始重新磨麦子。后来直到第4天晚上才把所有的麦芽都变成可以发酵的小麦果汁。正常来说100斤的麦芽可以酿出200升的啤酒，但我们这么折腾完之后就剩下80升麦汁了。它到底会不会很好喝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这回又干赔了。然后这些小麦果汁要经过2次发酵，一共是15到21天才可以变成啤酒。完这几天等着也没啥事儿，就买了几件换季的衣服。正好得物最近有活动，这一件卫衣才100多块钱，还送了一件短袖。现在下单更便宜，而且还能包邮。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点进去还有机会抽1000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。最近买鞋和衣服啥的都可合适了，你们赶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酒发酵到第18天的时候，我们决定给它开封了。但是打了几杯之后，它持续是一个出沫不出酒的状态。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就这回完了，干了20多天，居然就为了酿80多升泡沫，我当场乳腺增生了我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精酿得冷藏才能打出来，但是冰箱里放不下这么多滴，所以我们就抱着这些酒出去找了个修配厂，狂打氟利昂暴力降温。这酒在凉下来之后打出来的状态就很正常了，并且口味得到了全场的一致好评。然后等他们都冷却到3、4度的时候，这个酒再打出来就非常漂亮了。我不敢说它现在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杯非常好的浑浊 IPA， 但以我这么多年吐床头柜里的经验来看，这个酒从外观、口感、气泡、香味来说，都可以算上是一份80分以上的精酿。就直到这会儿我才敢把我印的贴纸拿出来，刚才出泡沫的时候我都差点给它烧了。但是我们不会算酒精度，所以用人体测量的方式开怀畅饮了一下。我估计这个酒的酒精度应该在5度左右，甚至还会更多。因为第2天我们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总结了一遍，发现并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昨天。
我最近爱上了用铁锅炒菜，但是查了一下手打不粘锅的价格，便宜的不敢买，贵的还不舍得，所以在综合考虑了一番之后，我买了2块铁板，决定自己在家砸一个。然后研究了好多纪录片，看起来不太难，但是干上之后发现全是知识盲区，光点火就研究了小半天，好在晚上连线了一个铁匠，老师操着一口非常标准的山谱，给我们梳理了一下目前工具、模具、手法的问题。就他讲完之后，我们变得非常有信心，所以连夜又换个地方开始搭炉子。这一天呢，忙活了20个小时，锅一下没砸上，光他妈搬就完了。然后按纪录片里讲，铁板要烧到2000度左右才可以去杂质和定型，这就是所谓的趁热打铁。这温度别说炼铁了，炼我都够了。但是我们没买到砸锅专用的铁枕子，就只能用废轮毂简单充当一下锅型的模具。所以砸了1天之后，这锅看着跟刚出土似的。然后又联系了一下老师，但老师说现有条件也就只能这样了，剩下的只能靠冷锻了。他说完之后，我彻底破防了，因为冷锻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，就是拿个小锤生砸。然后砸了1宿之后，简单抛了个光，这回看着顺眼多了。接下来就是著名的36000锤了。完，我们寻思先找个地方蹭会空调，没想到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。认识我们的跟看猴似的，苦苦照相；不认识还以为我们要砸店呢。然后在那干坐着，实在太尴尬了，就随手买了几个冰激凌，结果发现意外的好吃。本来挺 emo 的，吃完马上来电了，甚至觉得抡大锤都有劲儿了。然后回砸鱼鳞纹的时候，从天亮砸到天黑，砸完感觉胳膊都没知觉了，但是就是手艺太差了，这纹路不太像鱼鳞，都有点像狗啃的。然后连夜开了个锅，又火速煎了个鸡蛋。这个锅在经历了将近10万次的捶打之后，终于不负众望的变成了一个嘎嘎粘的大粘锅，我吐了我。后来发现是开锅的问题，就耐着心了又重新开了一遍，然后没放油打了个鸡蛋试试，这回它终于变成了一个超级不粘的不粘锅。忙活了3天3夜，一共没睡上10个小时，这锅现在比我命都金贵。然后做了一碗富含铁离子的茄卤凉面，还买了几个好吃的冰激凌。这个夏天呢，有这3样我可太满足了。那么至此呢，人生3大苦我们已经有幸体验到其中2样了。如果有一天我的 IP 定位变成了江浙一带，那大伙就消停在家等视频吧。趁现在还能喘气儿，我一定找机会体验一下撑船的乐趣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烤鸭，但是饭店动辄188一只，吃一顿就给我兜掏稀碎，所以我高价买了个商业版配方，打算在家实现烤鸭自由。配方上说烤鸭要想好吃，必须得用砖炉。于是我买了2吨建材和3瓶速效回家搭炉子，但是从我搭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，3天下了8回，根本封不上顶。我估计等这炉子晾干投产呢，我他妈可能都穿上秋裤了。后来我和鸭子都有点等不及了，就决定路见不平绕道而行，我直接买了个烤鸭炉。然后这配方特意强调了，就一定要把气儿打匀，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最好用嘴吹，这样口感会更佳。我严重怀疑这话就是骗同行的，但就在我怀疑这功夫，胖已经给自己吹没劲了。为了缅怀他和这只鸭子，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了每一个步骤。终于在30多个小时的制作过程之后，我们迎来了一只俏黑的狗黑鸭。我操！哎呦我！后来我又失败了几次，但我想通了一个事儿，就火候肯定不是3-2天能掌握的，我们应该扬长避短，我们的长项是熬啊。所以第2天8点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准时坐着开熬。完我还加了个好运 buff， 我把之前在德物买的黑曜石手串也带上了，我可太需要点好运了，这月我都已经买仨了。正赶上他们最近搞活动，这种好看又有好寓意的小首饰，很多都是8折起，链接我放评论区了。七不知道给对象买啥的可以去看看，没对象呢就看看给自己买点啥吧。完这回再开盖，鸭子终于成了，烤得越来越好，还给邻居送2只。当然前面那几只也没白牺牲，在实现烤鸭自由的路上还收获了一波鸭架糖自由。后来这烤鸭出炉了，我1秒也等不了了，火速给它装盘上车了。这鸭子片的滋滋冒油，真要我命啊！特别是这鸭皮，这蘸满白糖吃可太爽。不过仅有的理智还是让我们保持住了一点仪式感，一口一饼酱不流嘴，是我们对这只鸭子最后的优雅了。真的，我吃这烤鸭的时候热泪盈眶的，想想我这几个月的经历啊，从美食博主干成真实博主，甚至还一度干过户外博主。我现在终于回到美食序列了，我操，整整3个月呀！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